Hello，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豪哥。好，那如果喜欢豪哥频道的话，欢迎帮我们按赞，然后分享、订阅的小铃铛记得打开。我们每周都会有最新的动态来更新哦。因为防水呢，对不管是老屋还是新成屋都非常的重要。几个重点就是在转折处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加强？然后如果我们是后天错啊，在顶楼以前早期是铺瓷砖的，怎么样在这个不打除瓷砖的情形之下来做防水？大家好，我是设计师豪哥。今天呢，带大家来去看一下我们的工地现场，在做屋顶的防水的时候，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步骤要来跟大家分享。因为防水呢，对不管是老屋还是新成屋都非常的重要。几个重点就是在转折处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加强？然后如果我们是后天错啊，在顶楼以前早期是铺瓷砖的，怎么样在这个不打除瓷砖的情形之下来做防水？高兴我们今天邀请我们自己的施工厂商水精灵来协助我们这一次屋顶的防水工程。待会影片就进入到我们这几天在屋顶上面实际所拍的。OK，Let's go。今天就要讲在屋顶上有做防水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工序。昨天就有请师傅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在转角处要怎么处置，还有如果顶楼是瓷砖面的话，防水层要怎么施作。今天是第二天了，我们昨天已经来到现场一天，然后今天我们就来看师傅的工作进度。刚才已经有看到像这个，昨天师傅讲三角坝就已经做好了。那三角坝就是水泥沙再混合这种防水树脂，他们自己调配而成的这种 L 型转角的接着剂。那它的目的就是，就算未来有地震，它也不容易那么快就被拉开。那它整个防水层我们可以看到，就像这样形成一个漏斗盆子型防水层，就做到这边来。再来看排水管啊，这个接缝的地方，还有这个排水沟这个管，我们要把防水层要做进来管里面，这样子这个管跟地板它的这个缝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防水的效果。再来呢，就是现在的瓷砖面都已经先磨好了。那磨好了以后呢，待会师傅就会先上一层水性的底漆，让整个防水剂的咬合会更加的完整。这就是在顶楼如果有是这种瓷砖面，要在处置做防水的一些工序。还有比较重要的，像这个管子，还有这边的管子，因为这一根管子现在被封起来了。它之前是从那个4楼的电箱，然后接一条电缆线上来，因为这上面装设电乳。但是因为它上来以后啊，它并没有做这种三角坝，所以那时候呢，我们看到4楼的电箱，它那个下雨天的水就会从这个管子这样跑进去，然后跑进去到电箱，整个电箱里面就开始腐蚀，然后产生壁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在这个插座附近会有壁癌，甚至会有那种水渍出来，就是因为顶楼电管的这个周围防水没有做好，所以下雨来的时候就沿着旁边的缝整个渗下去。所以在顶楼的防水其实是很多要注意的细节，像这些有缝，昨天有询问过师傅，这边原本的地排是跟这个墙壁是平的，但是师傅是说如果把它打下去一点，然后我们把防水这样做下去，有没有让它雨水下来这样直接排进来？第一，它泄水变得更快；第二，它就不会囤积，那就会减少它漏水到楼板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水精灵厂商来帮我们做这一次的防水工程。那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很多地方的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师傅他准备来做第一层水性涂层，然后水性涂层完了以后再来做防水的2。有一些网友会问问题，趁这个机会也顺便回答关于浴室的防水。有一个网友问，如果他的浴室地板排水管阻塞，建商把地板敲开来，这样子会不会破坏防水？原则上，如果排水管堵塞嘛，那排水管堵塞为什么要敲瓷砖呢？
排水管堵塞应该是用类似高压水柱去冲洗，或者是用内视镜去看里面当初在工程的时候是不是有水泥块啊、水泥掉进去，这个用高压水柱就可以清洗的，见得一定要破坏到地板的瓷砖。那如果真的非不得已来破坏到地板的瓷砖呢，一样是防水要重做，但是我会建议那个防水的结合点要比较小心，比较细的地方要用铅啊、油漆刷来慢慢的施做防水。排水孔的地方特别要注意，要把防水器漆到排水孔里面一点点，这样子在排水管跟我们的地板的那个细缝结合处才会达到一个完全的防水。所以这个问题是当然会破坏防水，但是防水可以重做。然后有第二个问题，他是问关于防水保固的问题。他问防水保固是不是有白纸黑字，然后如果上面写10年，是不是会比较贵？就是豪哥我们这一次分享的影片里面啊，这个屋顶的防水通常厂商会提供应该是3种选择，3年、5年跟10年。但是根据厂商透露，如果是10年的防水的保固啊，这个金额都可以盖一个铁皮戳在楼上了，所以通常这个价格没有人会接受。比较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就是3年跟5年的。基本上我是自己觉得，其实它的时效性是还蛮长久的，因为我们在转折柱的加强嘛，然后在防水层本身，如果你有正确的施工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动就固但是因为厂商嘛，它的保固就好像，比如说我是做汽车的好了，我是做宾士的，那我提供3年、5年的保证，但是其实呢，过了保固期以后，它其实还是很勇健的，它不会说3年以后车子马上就破的烂掉这样。还有要看你的区域性啊，如果你是在属于多地震的地带啊，或者是海盐、海风侵蚀比较长的地方，这边的防水确实是会消耗的比较快，会比这个我们在市区的地方消耗的比较快。一般我们讲防水呢，主要就是有浴室的防水，然后我们屋顶的防水，还有建筑物外墙的防水这几个地方来施作。这样浴室的防水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它做完以后，它会有一层头割，然后再瓷砖来保护我们的防水层。那你只要在转折处有确实的做了一些加强以后呢，基本上这种浴室的防水都不太会坏掉。屋顶的话就比较会，为什么？因为屋顶是属于那一种日晒雨淋的地方，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东西，尤其是夏天。豪哥可以建议一下，就是我们偶尔要上去屋顶巡一下。我曾经看过啦，就是屋顶它没有铁皮错嘛，然后为什么会漏水呢？因为种子随着风吹，然后就吹到这个顶楼上面去。那这个种子呢，不叫种子，好像叫苞吧？这个要问植物专家。就是这种植物的最一开始的那一颗苞芽，那它落到了一个它很适合的地方，就是不太照得到太阳，然后又可以生长，它就在那边落地生根了。很不幸的，它落地生根的时候，它的根就会开始往下钻，那往下钻就把我们的防水层钻破了，因为防水层薄薄的而已。大家都知道那个树啊、植物啊这种，它们的根茎是很强韧的，它们就是很会钻就对了。那只要稍微被钻破了一点点，那边就是以后漏水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检查，如果我们上面有看到那个准备要生小树啊、草啊，赶快拔掉，买防水漆赶快再补漆，这样不要让它整个穿进去这样子。还有人问说，如果他们做完防水要钉或是钻的，那它会不会伤害到防水？当然啦，防水层其实就是薄薄的一层，但是有一点像塑胶就对了，它就是有弹性的树脂嘛。它很脆弱，你只要不刺破它，防水时效都一直存在。但是只要轻轻的刺破它一个洞，它就破了。但是如果你说我们的浴室防水层做好了以后，锁那个脸盆啊、锁镜子啊、锁钓鱼竿啊，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不太会碰到水啊，水不会淹在那边，除非你们家的浴室淹到这么高，像游泳池一样，那水就会从那边进去。不然正确来讲，其实浴室的防水层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湿区淋浴的地方、转折的地方最容易漏水。只要那边的防水层只要有做到高度170、180，莲蓬头喷得到的地方有做防水就好了。那其他的干区呢，比如说装脸盆的地方、装镜子的地方、装毛巾架、装卫生纸架的那个钻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总不可能拿着水龙头喷着你的毛巾架吧，一直喷一直喷，然后测试它有没有防水。对，有一个小姐曾经有问题，那时候豪哥有回，但我觉得应该很多业主都没有注意到。浴室做完防水是不是一定要做试水的动作？哦，对，浴室做完一定要做试水，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试水啊，你就开始贴瓷砖，都贴好了，结果自己放下去，你们家楼下就上来抗议了，那你真的是白做了，你知道吗？因为你整间浴室又重做了，你等于整间浴室又重打掉，然后重新来，那你为什么就是不要防水层做完以后先放水，然后在那边
试个1天2天呢？我是觉得试水这个动作真的不能马虎，也不能缺少，因为你有问题，你做完防水，你试了水，楼下漏水，你还可以马上赶快补救，马上补强。但是你就是要偷懒，不去做试水这个动作，瓷砖都贴好了，我们的卫浴设备都装上去，然后才搬进去新改装的房子，谁先哭第一缸的老水啊，你又要搬走，全部敲掉，重新来过。有些马桶又已经安装好了，那真的很头痛。所以我觉得试水这个动作千万不要去忽略掉它。好，最后一个问题，好，有一位小哥爱晨说，请问豪哥可不可以第一道防水底胶，然后第二道 UGL 防水涂层，第三道弹力，然后再涂一层 UGL 防水涂层？他的这个操作，想问他这样是 OK 的吗？当然 OK 啊，而且他这样可能就是要花比较多钱。但是他说他好像过几天就有出现问题。真的吗？重点就是我们在做防水的时候啊，千万要记得，因为我们防水是做在打底完的墙面嘛，墙壁啊，因为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颗粒的那个头塞，一定要拿慢刀烤，也把它烤平。然后重点，地板一定要把它扫到都没有任何的灰尘，没有任何的小石子。通常我们的师傅他们是拿几雷吹那种工业级吹风的，把那一些碎石什么都吹掉、吹出来，然后把它清干净以后，才开始来做防水。因为你只要有一颗小颗的石头在里面，所以人做完以后，这个小颗石头，因为它不是固定在地板的，不小心踢到磨到，它就破了，那防水就失效。在做防水漆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第一，墙面一定要整理，小石头一定要把它敲下来，然后地板一定要扫到很干净，然后最好是拿那个工业级吹风的，把它吹到没有小石子跟粉尘，这样来做我们的防水才会成功。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拜拜。